啊，这一天呢，在天界搞一婚禮啊，有一位海神，另一位海神不是波塞冬結婚，然後大家都去盛裝出席婚禮，也不知道怎麼盛裝，因為他們那時候都不太穿衣服啊。但是呢，其中有一個女神沒被邀請啊，叫厄里斯。這個厄里斯專門負責什麼呢？叫爭執與不和的女神。她一看自己沒被邀請，很生氣啊，於是她就不請自來，在宴會上留下一個金蘋果，上面寫着說。送給最美麗的女神，說這是一個蘋果送給最美麗的女神，這一下就壞了。這最美麗的女神是誰呢？啊，於是3位自己都覺得自己最美麗的女神就不幹了。啊，一位是宙斯老婆赫拉，一位是宙斯的女兒最美的女神雅典娜，一位是宙斯的兒媳婦維納斯。這仨人就開始爭這蘋果，宙斯就為難了。宙斯說：“這個問題太難了，我也沒法解決。這樣吧。”有一個叫 Paris 的人正在人間的一個山上放羊，你們仨就去找他。今天我拿了一把香豔的扇子，為什麼拿一把香豔的扇子呢？因為今天很高興的要跟大家講非常香豔的故事，就是希臘神話。咱們這希臘講了3期觀感啊歷史之後，就講別的去了啊，當然是有原因的。然後大家每一期都說你什麼時候講希臘神話，看起來是非常感興趣，這個我很理解啊，因為我自己從小就對希臘神話特別有興致啊。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小的時候能看到的幾乎所有的香豔的故事就是希臘神話。不但香豔，而且如果這書裡有插圖的話，那簡直太美好了。因為希臘神話裡邊的姑娘們除了雅典娜以外，通常都不太穿衣服。所以後來長大了去世界各地畫廊啊博物館裡看畫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那些古典的繪畫的时候，通常就2大題材，一大系列叫宗教畫，這我都不看，因為太嚴肅，然後太壓抑暗黑，然後另外一大系列的題材就是希臘神話，哇，那個每次看的都特高興，因為那個香豔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來聊一聊希臘神話。在聊之前呢，我先这個開宗明義一下啊，因為希臘神話體系龐大，如果寫出一個族譜的話，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家譜。所以我呢，只是挑了我覺得好玩的、有興趣的，而且很有代表性的啊，也是大家都聽說過的這些男神女神們，這是真的男神女神們啊，來跟大家聊。第二一個我要說呢，就這些男神女神的名字，因為這個希臘神話呢，後來就流轉到了羅馬。希臘神話實際上故事是結束在羅馬建成，但是它在演變成羅馬神話的時候，同一個神它通常都有2名字，這個一個希臘名字，一個羅馬名字，以至於這個說起來的時候就很混亂，所以我呢說到這些男神女神的名字的時候呢，我就採取一個原則，就是哪個名字最著名。比如說到維納斯，維納斯是他的羅馬名字，但是大家通常都知道維納斯，而不知道他那希臘名字特別長。那我就管它叫維納斯。說到雅典娜的時候呢，雅典娜是她的希臘名字，不是羅馬名字，但是大家通常都知道雅典娜，這樣大家就明白了啊，省了個別的人跟我這個來考據說你說這名字混亂了，那是混亂，但是都以我們中國的讀者觀眾最熟悉的名字來講。我想了一個辦法，因為希臘神話的這個繪畫作品太多，所以我們就挑了一部分的繪畫作品從畫來講。這樣就很清楚啊，長啥樣，這個發生什麼事兒，這畫裡都有，這個第一幅畫講的是一個小鬼，咱們這個相當於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從一個小鬼開始講，然後大神慢慢才出來。首先講一小鬼是誰呢？就是第一幅畫在我身上穿着呢，就是這位著名的美杜莎啊，這個已經在他們家的衣服上這2年到處都是，不光衣服上，連拖鞋上都是美杜莎。然後大家都看到一個腦袋，然後各種毒蛇在腦袋上，雖然是這麼著名的時尚的標誌，但是美杜莎在希臘神話裡是一小鬼啊。她的故事是這樣的，她本來就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但是由于野心膨脹，就是一定要當女神，現在當然你可以去整容了，你可以幹嘛了，那個時候她就得先去伺候真的神，就去了雅典娜那兒當祭司。其實就是你看到希臘的每個雅典娜的神廟門口那大柱子都排着什麼12個祭司，大概就是這意思，門神就在那兒當祭司。
結果當祭司呢不老實啊，总是想自己能出人头地，於是呢跟另外一位大神海神波塞冬，這個是希臘神話3個大主神之一啊，偷情啊，當然也有版本說強姦。應該這麼說，希臘神話因為版本也很多，流傳這麼多年，咱也不去考據不同版本了。我講的基本就是最流行的版本，啊，所以说他跟波塞冬偷情，啊，偷情以後雅典娜就憤怒了，愤怒以後就一施法，把他施成了一個滿頭毒蛇的這麼一怪物。但是這怪物呢有一個特別大的能力，這個能力就是他看誰，誰就變成石頭。然後他是被誰殺了呢？那壞人嘛，那一定要被英雄殺。所以他是被年輕英俊的珀爾修斯給殺了，啊，殺的時候當然很巧妙啊，因為他看你一眼他就变成石頭了，所以不能正面去杀他，因為他瞥你一眼你殺不了他了。於是找雅典娜還要了一個鏡子，然後從鏡子裡面看着他，從後面走近他，把他斩首了，啊，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希臘的神話題材的各種雕塑啊、繪畫了，有很多都是英俊的珀爾修斯手裡提着那腦袋上的毒蛇，就是他斩首了美杜莎，啊，除了有一幅畫啊，有一幅著名的畫叫《美杜莎之筏》，這個大家看的時候跟希臘神話沒任何關係。美杜莎之筏是一個現實主義題材，因為那條船叫美杜莎，然後沉了，於是大家一堆人上了那筏子。咱們這個接下來嘛，說這珀爾修斯為什麼要殺這個美杜莎呢？因為他要保護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叫誰呢？叫達那厄。達那厄是一個著名的油畫題材啊，因為大美女很多人畫過。我今天挑了3幅畫來講這個達那厄。達那厄呢，本人是一個國王的女兒，但是呢，有神諭跟國王講說，你的這個女兒生的孩子啊，將會殺死我啊，所以國王就很害怕，就把她關進了一個銅塔，就說你就別生孩子了，你最好別談戀愛啊。但是銅塔關得住人，關不住神呢。這個時候咱們希臘神話譜系的第一大神，也是第一大採花大盜，宙斯老師出場了啊！宙斯是男女通吃，在希臘神話裡，只要好看他都喜歡。然後宙斯就看到銅塔裡有一個大美女达那厄，於是宙斯就化作一陣金雨穿過銅塔，降落到達那厄的身上，於是就讓達那厄懷孕嘍。懷了孕以後，就生下了這個英俊的珀爾修斯。所以珀爾修斯是無數個宙斯的私生子之一。然后生下这珀尔修斯之後，那當然國王就很生氣啊，說你看我就是為了不讓你生孩子，我才把你關銅塔，結果你還生一孩子，於是把他丟一木箱子裡扔海裡去了啊。那這難不住宙斯嘛，宙斯他弟弟就是海神波塞冬，然後波塞冬說那我來保護他吧，於是就把這箱子保護飄到一個島上。這個島主嚯，天降美女，島主特別高興，就企圖霸占達那厄。兒子當然要挺身而出啦，你不能霸占我媽，我要保護我媽。島主說你不能提條件，那除非你滿足我一條件。說你什麼條件啊？說你獻過一匹馬。結果這哥們兒沒有馬，然後島主說那你去把那個著名的惡魔美杜莎殺掉。於是他才去殺了美杜莎，把他腦袋裝在一盒子裡帶回來給島主。島主就不相信，說你不可能殺了美杜莎，你拿出来給我看看。他就把腦袋提了出来，從盒子裡給島主一看，島主就变成了一塊石頭。所以美杜莎這個法術是自己死了成了一個首級，依然能看誰變成石頭。這3幅畫為什麼要大家同時看呢？非常有意思在哪兒？第一幅這個倫勃朗畫的，咱們講荷蘭已經講了很多倫勃朗了啊。其實咱們講荷蘭也是通過很多個油畫來講歐洲的歷史、歐洲的神話、歐洲的各種東西都可以通過畫來講啊。倫勃朗畫的這位達那厄是一位荷蘭美女，長這樣的，而且是非常的聖潔啊，感覺不到什麼色情等等，就是在那兒哇，金光從這兒射出來。然後另一幅呢，是一個威尼斯大畫家叫提香，這個咱們之前也提到過啊。提香畫的很有意思，這個金光变成了金幣，大家看這突然天上掉下好多金幣來，然後這個老太婆就是這個國王派來看着他的，突然就被金幣吸引了，然後拿一口袋接着金幣，於是趁機宙斯就和他成了美事。这提香這幅畫呢，這金幣很有意思，就是每個畫家都脫離不開他生活的那個環境。威尼斯嘛，那是最商業的城市，那時候威尼斯商人，所以威尼斯人特別崇拜什麼金幣啊錢，所以提香畫的時候就直接把宙斯这道光給畫成了一堆金幣掉下來。然後再看這個克里姆特
他一畫的時候，那就已经又不是聖潔的达那厄，又不是金碧了，而是非常有情欲。你看这幅畫，其實這3幅里我當然最喜歡這幅了啊。這幅达那厄是烈焰紅唇，紅髮披肩，然後就等着跟宙斯那什麼啊。所以這3幅畫講了這個達那厄的故事。好，這個第一個故事講完了，然後就接着宙斯去講。這個第2幅畫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宙斯抱着一個小孩兒，這個女的是他的老婆，叫赫拉。他們在幹嘛呢？這幅畫叫《銀河的誕生》。這《銀河誕生》講的是一什麼故事呢？宙斯娶了自己的姐姐赫拉，當然了，其實也是他的妹妹赫拉。這個咱們一會兒再講为什麼赫拉又是他姐姐又是他妹妹，就他們家这個事兒有點怪。咱們就先說她是姐姐吧，娶了他的姐姐赫拉。可是呢，又覺得這個再美的老婆也有膩的時候嘛，有時候出去偷情，然後男的也偷，女的也偷，還曾經化身成一只鹰，那幅畫也很著名啊，把一個小鲜肉叼走了啊。然後他的兒子最著名的一個兒子就是阿波羅，完美的继承了皇阿玛的癖好。阿波羅可以叫大阿哥，就在他的所有的阿哥里，他大概阿哥比乾隆加康熙都加起来還多，而且他是那种端正纯式的那种性格，就对每個女的還都很好，就是只要跟人偷了情，要不然保護人家啦，要不然保護孩子啦，等等等等。阿波羅也是啊，阿波羅曾經愛上過一個花美男，然後扔鐵餅的時候一不留神，鐵餅砸人腦袋上，給人砸死了，血流到地下，阿波羅就心痛啊。那幅畫也很著名啊，然後就把它變成了風信子，就是現在結婚要拿那風信子，就是這麼來的。好，繼續講咱們這個宙斯的這幅畫啊，其實是一個著名的戲劇，希臘神話裡不停地被改編成戲劇有很多啊，除了荷馬史詩以外啊，最著名的之一就是這幅畫的故事叫做《安菲特律翁》。安菲特律翁是無數作家寫過啊，古希臘最著名的戲劇大師索福克勒斯，一直到莫里埃，然後一直到吉罗特，莫里埃還專門寫的時候把他當時的國王路易14寫成了大神宙斯。這個安菲特律翁的老婆非常好看。比如他就化身成安菲特律翁，就跟他偷情，偷情呢就生了這個私生子，這個私生子叫赫拉克勒斯。然後呢，赫拉當然很生氣了，說你背着我啊去勾引人家老婆，然後生一私生子，啊，於是就想了各種辦法去害這個孩子呀。先是把2條毒蛇放到他的搖籃裡，這哥們兒是宙斯的私生子嘛，所以有神力啊，輕鬆的就把蛇殺死了。然後又把他的王位搶走了，然後又給他施了各種法術啦，等等等等。總而言之，非常苦。這塊講的是赫拉克勒斯生出來以後沒有奶喝，沒有奶喝怎麼辦呢？宙斯也是一大情种，說為了保護這私生子，然後就求大老婆說：“老婆，你幫我這餵下奶。”這幅畫講的就是這個，他抱着這個赫拉克勒斯去找赫拉求情，說給他餵下奶。於是銀河就是這麼誕生的。為什麼銀河叫 Milky Way， 就是從這兒來的，就是赫拉的宙斯的老婆的奶哗灑出來了，餵大了這個赫拉克勒斯。這赫拉克勒斯故事在這個希臘神話裡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啊，基本上有點像這個孫悟空，力大無窮，然後各種什麼都能幹，但是呢他被赫拉施了法嘛，赫拉施了法以後讓他變成了一個神經病，他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以後精神錯亂，把他的老婆兒子都殺了，於是犯下了天庭大罪。最後怎麼辦呢？就去求他的同父異母的哥哥阿波羅。阿波羅相當於什麼？相當於觀音菩薩，說，哎，那你幹一這事兒得了，就能把你的罪贖了。啊，觀音菩薩是說你去陪唐僧西天取經，然後阿波羅下的命令說你去侍奉阿尔戈斯國王12年，听从他下的所有命令。比如他就去侍奉了這個國王，他就立下了著名的赫拉克勒斯12功業。啊，他手裡拿的不是一個金箍噜棒，但是一個金色的狼牙棒，這個著名的雕塑啊，於是他幹的各種各樣的事情啊，就跟孫悟空一樣，一路除奸斬魔，啊，曾經赤手空拳的殺死了威脅雅典市民安全的一頭巨獅，巨獅被殺死以後，國王特別高興，然後說我賞你，我有50個女兒，全嫁給你，所以他比孫悟空幸福，一次娶了50個女兒。而且據希臘神話記載，他當天晚上就臨幸了49人，就是這能力簡直太強了。最後一個也不是因為他沒勁兒了，是因為那最小那實在是羞澀。然後他又消滅了沼澤裡的什麼9頭海蛇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幹了啊所有這些事兒之後
他就像孫悟空一樣，終於到了西天成了佛，他也是終於登上了奧林匹斯山，成為奧林匹斯山眾神之一與赫拉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還娶了赫拉的女兒田馥甄。其實不是田馥甄就是田馥甄為什麼起這英文名字叫 Hebe， 這 Hebe 也是希臘神話來的名字。其實你看大量的名字都是希臘神話來的，如果不是聖经來的话Hebe 就是赫拉的女兒，就是她同父異母的妹妹，因为她是宙斯的私生子。Hebe 是宙斯跟赫拉的女兒，所以她的結局還比較圓滿經過這麼多年奮鬥，抱得美人歸這幅畫的作者叫丁托列托，是非常著名的中世紀的一位畫家，他是应當时神圣罗馬帝国的皇帝叫鲁道夫二世委托創作了這幅畫魯道夫二世也是一個愛藝術的人不但愛藝術，而且愛很多年之後的當代藝術，應該說當代藝術的鼻祖之一。因為有一次他犯病，他要求別人給他畫一幅畫像，而且是正規的畫像但是用的是什麼呢？我給大家看看下一幅畫，魯道夫二世的著名的畫像用的是水果蔬菜。當代藝術有很多這種做法。丁托列托多說一句其實他本名不叫丁托列托，那個時候的畫家呢大量的名字都不是真名，都是人家給他起的綽號。丁托列托就是綽號叫小染匠，因为他們家開染坊的，開染坊他還畫畫，所以就把他起名叫丁托列托。其實好多文藝復興時代的那些畫家的名字都是綽號，比如說著名的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就是他的綽號，叫小桶的意思。給大家看一幅波提切利畫的希臘神話，這幅畫是著名的畫，叫《維納斯誕生》。但是呢，這幅畫畫的維納斯誕生其實不是真正的主流版本裡的這個維納斯誕生從這兒可以稍微捋一下了從小鬼開始，現在牽扯到維納斯了，最重要的女神出現了。整個希臘神話的這個最頭上的那個神應該叫宙斯他祖爺爺吧，就叫 Chaos。Chaos 這個詞兒現在在英文裡就是混亂什麼那地方出現一個 Chaos， 其實就是因為它出現了，造成了整個希臘神話的這個 Chaos 混亂。所以 Chaos 呢制造了一個大地之母叫蓋亞，這名字很好記，因為林憶蓮出過一張唱片叫蓋亞。當然林憶蓮出這張唱片的意思就是說，我就化身大地之母，斥責你們這些破壞環境的這些人所以他出過那麼張唱片蓋亞呢是沒媽的，就是說 Chaos 制造了一個蓋亞，然後蓋亞呢生長出來，就自己像長一個樹苗一樣單性繁殖，繁殖出了天神，天神叫烏拉諾斯這就是整個希臘神話的源頭接下來就發生什麼事呢？就這烏拉諾斯就跟蓋亞其實就跟自己媽就不停的那個相驗，咱們就用相驗這個詞兒吧，生了一堆孩子但是呢，因為他不停在相驗，這堆孩子就生不出來，一直在蓋亞肚子裡，所以蓋亞就非常憤怒。這個憤怒之下呢，就是他肚子裡有一個小兒子，最小的兒子叫克羅諾斯。這克羅諾斯就是第二代大神了他就用鐮刀割掉了父親的陽具當然這個是一個主流版本，還有一個版本說他生出來了，反正就把父親的陽具割掉了，扔海裡去了。於是這個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化學反應就誕生了就是陽具掉進海裡以後，就不跟海水產生了化學反應，產生了一堆泡沫，維納斯就在這個泡沫裡誕生了。這個是主流希臘神話的故事，基本都是這麼講的。波提切利畫的這個是他從他一個蚌裡頭展開一個蚌，從裡邊生出來了。那可能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畫，那東西掉到海裡產生了化學反應，誕生了維納斯，就這麼畫的。但是你也可以認為這個蚌是有符號意義的吧，大概可以影射這件事兒所以你要這麼一算呢，維納斯實際上是克羅諾斯他妹妹，她其實是宙斯他姑姑，但是她最後成了宙斯的兒媳婦。總而言之，他們那兒的人也永遠都不会老，不管過多少年都是年輕美貌。接下來就這克羅諾斯，然後這克羅諾斯怎麼辦呢？說父親雖然割了，可是他又長出来了，這沒辦法，這神就是這樣，割了以後他又长出來了。他又為了阻止他爸再去跟他媽這樣，其實他媽就是他奶奶，有點亂他媽是他奶奶，他爸其實是他哥總而言之，為了阻止這件事兒，他有一弟弟力大無窮，他就跟他弟弟說：“你這大力士，你就把咱爸給舉起來，就是一直這麼舉在空中。”於是他這弟弟傻了吧唧，他的弟弟叫艾特拉斯，是一著名的腦裡缺根筋的神，就一直就這樣舉着他爸。那有很多雕塑都是這樣，
有的是畫着舉着他爸，有的是舉着一地球，因為他爸是天父嘛，所以就舉着在那儿。本来呢，这艾特拉斯是有机会解脱的，这个相当于孙悟空给埋在那个底下了，本来有机会解脱，因为他缺根筋没解脱了，为什么呢？又说回到拿狼牙棒那个希臘版孙悟空啊，赫拉克勒斯啊，有天溜达着这儿看到山上綁着一个普羅米修斯，著名的被缚的普羅米修斯，就是为人類帶來火的那哥們兒啊。赫拉克勒斯就把這普羅米修斯給解救了，然後解救以後，普羅米修斯說：“我要為了謝謝你呢，我跟你說一事兒，你應該去弄3個金蘋果，啊，但是你不要親自去弄，你親自去弄是有危險。我教你一招，你去忽悠一哥們兒，這哥們兒叫埃特拉斯，就正舉着他爸在那兒舉着呢，然後如此這般這樣，於是就赫拉克勒斯就特高興，聽了普羅米修斯就去找到這埃特拉斯，埃特拉斯如果按照輩分應該是他的叔爺，因為是他爺爺的弟弟。”舉着那個他太爺爺就那兒舉着呢，然後他就跟他說：“說有3個金蘋果，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神奇。”然後說動了這艾特拉斯，他說：“那你替我舉一會兒，我這爹，你的太爺爺，我去偷蘋果。”然後於是他就舉着，其實這艾特拉斯都偷到了那3個金蘋果。如果他沒有那麼缺根筋，這舉着太爺爺這事兒就一直赫拉克勒斯幹了。但是這哥們兒回來跟他說：“我偷到了金蘋果。”我要走了啊，你就多舉會兒太爺爺，就是我爹。結果這赫拉克勒斯很聰明，他說我這麼舉着不舒服，我應該去找一東西墊一下。他說也行啊。赫拉克勒斯說那你幫我再舉一會兒你爹，我去找東西墊一下。於是就又把他爹這大個的這天賦交給了這個埃特拉斯。於是埃特拉斯一舉起來，赫拉克勒斯拿3蘋果跑了。於是一直到現在，這哥們兒一直舉着他爹，是一舉爹大神。啊，接着再說這個克羅諾斯就第2代大神了啊，這個他爸已經被他弄到弟弟那兒舉着去了，於是他成了第2代大神。那第2代大神也是主要幹的事兒就是相驗了，然後就相驗出好多個孩子，啊，一會兒相驗出一個赫拉，一會兒相驗出一個波塞冬，一會兒相驗出各種各樣的人，啊，著名的大神都是他相驗出來的，跟他老婆，因為他自己閹割了他父親，所以他就老懼怕這孩子有一天這個有樣學樣把他自己給幹了，於是他就想了一辦法，他就生出一個孩子就給吃了，所以赫拉什麼波塞冬都被他給吃了。然後等生到最後一個孩子的時候，就是宙斯，他老婆實在是不能忍受吃自己的孩子，於是就遞給他一塊石頭，於是克羅諾斯傻了吧唧就把這石頭給吃了。吃完石頭以後，覺得味道不太對，翻江倒海就一下子就噴出來吐出來，結果把所有的之前吃的孩子全給吐出來了。這個吐出來以後呢，赫拉就變成了宙斯他妹妹，所以實際上是這樣的，因為赫拉原來是宙斯的姐，宙斯是克羅諾斯所有孩子裡最小的一個，後來他變成了大哥，就是因為所有孩子都已經被他爸吃了，啊，最後吐出來的時候又變成了他的弟弟和妹妹，所以宙斯變成大哥，於是宙斯帶領所有的這些弟弟妹妹們跟他爸就大戰了一場，這場大戰在整個希臘神話的這個繪畫裡出現很多次啊，叫泰坦的墜落，把他們打進地獄，他爹把他爺爺閹割了，他把他爹給辦了，打進了地獄啊，所以那些人就叫泰坦神，泰坦神就最後進了地獄。這個時候終於就穩定了啊，奧林匹斯山上穩定了。這個最重要的希臘神話的階段就是宙斯當大神的，以他的無數的兒子這個階段。宙斯這個在天上呢，反正赫拉就是不停地被戴綠帽子。啊，宙斯有一天又看見了一個特別漂亮的妹子在河邊洗澡，於是他就一下變成了一頭牛，去勾引這妹子，然後這妹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能被一頭牛給吸引，然後就騎上去了，騎在了牛背上，於是宙斯就背着這妹子跳進海裡一路狂奔，狂奔到一塊美麗的陸地，在這塊美麗的陸地上，兩人就在一起相驗了很長時間。啊，但是這塊陸地呢，就以這位姑娘的名字命名了。這個姑娘叫什麼名字呢？她就叫 Europe， 她叫歐羅巴。所以大家知道這歐羅巴這塊地方為什麼叫這名字？啊，就是宙斯化妝成牛背着這姑娘到了這塊地方，於是這地方就叫了歐羅巴。文藝復興時期的這些畫家啊，咱們接着說啊，著名的馬薩喬，也不是他真名，其實他這個馬薩喬就是胖墩兒的意思。還有著名的格列科 Greco。大家想想 ，Greece 就是希臘的意思啊，所以 Greco 也是他的綽號，就叫希臘佬。最著名的一個綽號就是達芬奇，啊，所以達芬奇其實不叫達芬奇，他原來有一個意大利名字，但是呢，大家都不叫他真名，因為他是從芬奇來的，
Leonardo 是他的这个名字啊，他的姓就不知道叫什么，所以大家都管他叫 Leonardo da Vinci， 就是從芬奇村來的小李子。Leonardo 就是小李子，所以這就是他的綽號。這就是咱們下面要給大家看的一幅重要的畫，叫《勒達與天鵝》。這是達芬奇一幅著名的畫，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幅畫是後人臨摹的啊，因為達芬奇畫的時候是畫了個草圖啊，大概可能畫了真畫也丟了，反正大家最後看到的是他的草圖，就是這樣的，這樣一幅草圖啊，最後後人臨摹把它畫成了這個勒達與天鵝啊。這個勒達當然就不用說了啊，也是一個別人老婆叫勒達。然後呢，宙斯又看着他了，說這也太美了，於是自己就化身成天鵝。這回他可以化身成各種各樣的東西啊，去誘惑人家。我也不知道天鵝跟他是怎麼，所以反正就是生了鵝蛋。那個時候也不管了，有的時候是一道光，結果生了一個人，啊，有的時候是一頭牛，然後有的時候它是一個鵝，結果它就真的生出一鵝蛋。而最神奇的是，生出的這個鵝蛋是雙黃蛋。這勒達一共生了倆鵝蛋，每個鵝蛋呢孵出一對雙胞胎。這一對男一對女，一對男的咱就不談了啊，因為那不夠香豔。這對女雙胞胎可是蕩氣迴腸，由於這飯裡孵出的這一對女雙胞胎，就引發了荷馬史詩裡特洛伊戰爭的故事。為什麼這一枚雙黃蛋引發了特洛伊戰爭啊？因為這雙黃蛋孵出倆大美女啊。先講這第一個啊，就是著名的荷馬史詩裡的第一大紅顏禍水海倫。這個海倫是我小的時候讀這個希臘神話裡覺得最美的一個人，因為她實在被形容太美，你才會出現，因為她引發了那場大戰嘛。啊，當然古希臘人是真的相信有那個啊，因為讀荷馬史詩啊等等。啊，文藝復興之後，其實很多人就說，哎，其實那也是神話，特洛伊戰爭、荷馬史詩都是神話，不是真的。啊，一直到這個19世紀的時候，有一德國人叫施利曼，自個兒做生意掙了錢，然後就想去考古啊。那個時候考古像16世紀70年代，甭管到中國來發現敦煌也好，還是到埃及去等等，啊，比做生意還有意思。所以他就去考古，結果他通過個人力量真的挖掘出了古代的戰爭遺址，啊，所以後來就證明了這個荷馬史詩裡講的特洛伊戰爭是真的。但是什麼有關海倫引發戰爭啊等等，這當然都是神話了，啊。接下來就說為什麼海倫引發了這個特洛伊戰爭。看這幅著名的魯本斯大師出場了啊！這幅畫就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裡。這個我前一陣還去看了這幅畫，而且我看這幅畫的時候發現就在同一個廳裡，就有好幾幅都是講的同一個題材。這個題材也是喜歡畫香豔畫的畫家最愛畫題材，叫帕里斯裁決。這帕里斯裁決怎麼來的呢？就是特洛伊王妃生下一個兒子叫帕里斯，就是 Paris， 就是巴黎這個城市的名字就這麼來的，就是他的名字。這個特洛伊王妃生下 Paris 時候做了一個夢，夢見整個國家陷入各種混亂、戰爭、大火啊等等，然後就找占卜師解釋。占卜師說，就是因為這個孩子，這個 Paris， 這個咱們這特洛伊王國，因為它會毀滅，如國王立即就把這孩子給扔到山上去了。但是結果這孩子沒死呢，就被一個牧羊人給養大了，他就一直在那兒牧羊，啊，但是他牧着羊呢，有一天天上降下來最好的機會，啊，這一天呢，在天界搞一婚禮，啊，有一位海神，另一位海神不是波塞冬結婚，然後大家都去盛裝出席婚禮，也不知道怎麼盛裝，因為他們那時候都不太穿衣服，啊，但是呢，其中有一個女神沒被邀請，啊，叫厄里斯，這厄里斯專門負責什麼呢？叫爭執與不和的女神。所以他一看自己沒被邀請，很生氣，啊，於是他就不請自來，在宴會上留下一個金蘋果，上面寫着說送給最美麗的女神，這有點咱們過去東周列國裡頭二桃殺三士的意思啊，說這是一個蘋果送給最美麗的女神，這一下就壞了，這最美麗的女神是誰呢？啊，於是3位自己都覺得自己最美麗的女神就不幹了，啊，一位是宙斯老婆赫拉，一位是宙斯的女兒最美的女神雅典娜。一位是宙斯的兒媳婦啊，維納斯，這仨人就開始爭這蘋果。宙斯說，這個問題太難了，我也沒法解決。這樣吧，有一個叫 Paris 的人正在人間的一個山上放羊，你們仨就去找他，啊，誰來帶着呢？一個叫赫爾墨斯的人，這赫爾墨斯是旅行之神啊，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著名的那個 Hermes 那個包，就是其實赫爾墨斯是一個翻譯啊，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愛馬仕。所以就有
愛馬仕同學帶路啊，爱馬仕也是宙斯的一個兒子，這個由他帶路就到了那個山上，找到了這個 Paris， 就讓 Paris 說，你看這3個誰最好看？於是 Paris 就哇，突然看到了3個裸體美女。雅典娜應該在絕大多數的繪畫裡都是穿着衣服的，而且很多還穿着盔甲，但是雅典娜不穿衣服是非常少的。其中最主要的不穿衣服，就是在這個場景下，叫 Paris 的裁決。於是3位女神就開始各施法力。赫拉說：“如果你選我當最美女神，我給你土地啊，我給你權力啊，等等，你選我吧。”雅典娜說：“如果你選了我當最美的女神，我就給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戰爭的能力，就是戰鬥值。”啊，維納斯一想，你們都許了這些，又權力、土地、什麼戰鬥等等，說這樣吧，你如果選我當最美的女神，我把人間第一美女海倫，就是那双黄蛋裡孵出来的那個其中的一個啊，許配給你。哎，這 Paris 一想，什麼那些東西，什麼戰爭啊，什麼土地、權力都沒用。海倫我當然聽說過了，一笑傾城的海倫，那就我選你。所以維納斯贏了 ，Paris 選了維納斯。所以一直到現在啊，所有的人想當世界名模，還得先去 Paris， 在巴黎能成功成世界名模，你才能成功。叫 Paris 的裁決，啊，于是 Paris 就在維納斯的幫助下說，那咱們就去找這海倫去吧。就這海倫去幹嘛去了呢？海倫已經嫁人了，嫁給了斯巴達王啊。斯巴達大家當然都知道了啊，最能打的、最有戰鬥力的希臘城邦，而且都已經生了孩子。當時海倫的女兒都已經9歲了，但是這 Paris 一來又英俊又年輕，然後海倫就瘋了，啊，不顧一切，拋家棄子，陪着 Paris 就私奔了。私奔到哪兒去呢？就回特洛伊了。本來 Paris 自己就是特洛伊的王子，只不过给扔山上去了而已。啊，于是海倫就陪 Paris 回了特洛伊。這一下，當年占卜師說的就應驗了，就是因為他們的歸來，激怒了希臘城邦裡最能打的，這就是斯巴達。你把斯巴達國王的老婆給搶了，而且海倫在年輕的時候，有無數希臘的勇士，大家看那個著名的電影《特洛伊》啊，這 Brad Pitt 演的，那裡邊無數希臘勇士都曾經追求過海倫，說最後說啊，海倫被特洛伊的一個王子給搶走，說這不幹了，於是興師動眾，就爆發了特洛伊戰爭。於是希臘全軍出動，首先總指揮邁錫尼的國王阿伽門農，阿伽門農也被改編成過各種戲劇啊，各種什麼歌劇等等。阿伽門農自己老婆就是這個雙黃蛋裡孵出來的另一美女，就是海倫的雙胞胎姐妹。就是他老婆，啊，但是他不管了，為希臘爭取榮譽，啊，把老婆留家裡了，自己率領大軍，將軍40餘人，士兵數萬人，船隻上千艘，龐大的軍團遠征特洛伊，啊，剩下的事兒大家就看電影就行了啊，那裡頭簡直拍得太神奇。然後就所有的從希臘神話裡傳下來那些著名的成語啊，什麼阿克琉斯之踵，就是這個大力士渾身上下刀槍不入，唯獨這腳後跟。這著名的啊，到現在西方的成語裡說到說，你什麼都行，你只有一個弱點，就會說那個弱點就是你的阿克琉斯之踵，就是那個弱點。然後說到什麼內奸，這裡有內奸，就會用一個成語叫特洛伊木馬，啊，所以這些都是在著名的特洛伊戰爭中荷馬史詩裡寫下來的東西啊，後來成為了成語，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期打仗出現了很多很多成語一樣。總之，最後特洛伊被滅國了，因為特洛伊木馬嘛。最後搬進城裡邊挑出一堆希臘勇士被滅國。當然了，占卜師又應驗了。海倫呢，結果被原諒了，因為海倫太美了，每個人看見海倫就沒辦法起殺心，於是她就被送回了斯巴達，繼續當王後。啊，她這個雙胞胎的姐妹，她幹了一件什麼事兒呢？趁着她老公阿伽門農率領大軍出征的時候，給老公戴了綠帽子，而且不但戴了綠帽子，而且還和她的男小三一起。在老公得勝歸來的時候，殺害了她的老公，啊，當然她自己也因為此被兒子給殺了啊。所以達芬奇畫的這一幅勒達和宙斯這幅畫孵出來這2位姑娘，就引發了荷馬史詩的一半。所以剛才咱們看這2幅畫啊，一幅這個著名的魯本斯的帕里斯裁決，一幅達芬奇的這個勒達和天鵝。你能看出另外一個有意思的東西，就是魯本斯畫的女性非常的性感，然後非常的有那種肉體的魅力。達芬奇畫的女性一點女性的这個性感的魅力都沒有。
包括達芬奇另一幅著名的畫《蒙娜麗莎》。我说过很多次，我从小都不知道蒙娜麗莎好在哪儿，因为既不觉得美，也不觉得性感。当然有人去分析说因为达芬奇的性取向的问题，所以他对女性没兴趣，他对解剖都有興趣。後人發現達芬奇的這幅《勒達與天鵝》的草圖，就是畫在他的解剖圖旁邊的一個草圖。宙斯的光輝戰績說完了接下來要說宙斯的兒媳婦，最能作、最能造、最能折騰的維納斯。這個維納斯在整個希臘神話裡是一個核心的這個爆發點。因為希臘神話總體來說就幹什麼事兒呢？當然是以香豔為主，然後以什麼背叛啦、復仇啦、戰爭啦為輔，但是這些背叛啊、戰爭啊、復仇，主要還是因為香豔，還是因為大家戴綠帽子呀等等，互相幹這些事兒，然後大家就打起來了當然海倫引發了一個，剩下的大量的事兒都是由維納斯引發的，因為維納斯是發生了各種事兒，一點也不弱於他這公公宙斯，所以接下來咱們就說維納斯的故事了維納斯呢，嫁給了宙斯最難看的一個兒子。宙斯的兒子各種帥哥有的是阿波羅太陽神、戰神馬爾斯，然後旅行之神愛馬仕等等，都是又帥又年輕。唯獨這大兒子叫烏爾坎努斯，他叫鍛造之神，因為他每天幹的事兒就是什麼呢？就是拿一大錘子跟那兒打鐵，當然也有翻成火神但我覺得鍛造之神更準確，他就整天打鐵，因為長得又難看，沒人理他。為了懲罰維納斯，就說維納斯你就嫁給這個兒子。所以維納斯等於是潘金蓮嫁給了武大郎，烏爾坎努斯確實形容的又矮又大又緊，然後是一矮大緊，然後這個維納斯由於嫁給了矮大緊，就自己心裡特別不平衡，尤其是看到矮大緊的這些兄弟們怎麼都長得這麼漂亮尤其是戰神馬爾斯於是他就開始跟戰神馬爾斯偷情。戰神馬爾斯就是武松嘛，你嫁給武大郎，突然發現武大郎弟弟長得那麼帥，而且關鍵是戰神馬爾斯跟烏爾坎努斯就是這矮大緊還是同父同母的兄弟這倆都是赫拉生的，這是很少見的，因為在宙斯的大量的兒子裡都是私生子，包括阿波羅，但是這哥倆是同父同母的親阿哥呀。結果這親阿哥也不管了就跟這個馬爾斯偷情。這偷情的時候呢，又被另一位大阿哥，就是太陽神阿波羅給發現了。阿波羅是宙斯跟黑暗女神偷情生的，生了倆孩子，龍鳳胎，一個太陽神，一個月亮神，月亮神是個女的所以阿波羅發現以後就告訴了他這兄弟烏爾坎努斯，於是他就去捉姦。這幅畫就是著名的丁托列托的那幅畫，他這個人多笨，這明明我都看見了，馬爾斯就藏在床底下，而且這馬爾斯的盾牌，因為他是戰神嘛，Mars 這個火星就掛在這牆上。他居然既不往床底下看，也不往牆上看，而是撩開維納斯的身上的這塊布仔細看。你衝那兒看有什麼好看的？這下邊還有條狗，狗都在衝馬爾斯叫，他都不知道，還那兒衝着老婆身上一通看。所以這武大郎也確實比較慘這旁邊還躺着一個長着翅膀的小嬰兒，這個嬰兒叫丘比特。這丘比特呢是維納斯的兒子，但並不是維納斯跟武大郎生的。所以是他跟另外一個人生的。後來他又跟另一位阿哥，就是剛才說了半天這愛馬仕，又跟愛馬仕偷情，旅行之神所以今天說誰最愛愛馬仕，最愛愛馬仕的人第一個是維納斯而不是今天這些姑娘們。不光是愛馬仕今天的很多很多奢侈品什麼時尚品牌，包括汽車等等包括球鞋，這些名字都來自希臘神話。這個包括 Nike就是希臘神話的一個女神還包括一個著名的品牌叫 Phaeton 呢，大概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個裝被雷劈的富二代因為他是阿波羅的私生子。這阿波羅生下這私生子以後就不太理他，就把他扔在人間，他就天天跟人吹牛說，我爸阿波羅我是怎麼着，這個國民老公如何如何。人說不可能，你別吹了，你爸不是阿波羅。結果他就為了證明自己確實是富二代，確實是阿波羅的兒子， Phaeton 就去找他爸說，你能不能把你那個車，你那太陽車，大家知道神話裡面太陽為什麼從東邊升起來西邊落下來，就是因為阿波羅每天駕着他那輛太陽車從東邊開出來，然後從西邊回家，於是才有了太陽每天東升西落。但是這富二代就死活賴他爸說，你一定讓我開一次這車，讓我裝一回我就踏實了。最後阿波羅也弄不過他，說那你開一天吧。
太陽車不是誰都能開的啊，這小哥們兒上去駕着太陽車，結果到處顛簸，導致整個人類大地雷電交加等等，搞得一塌糊塗，最後被宙斯發现了。宙斯的武器就是三叉閃電，宙斯主要就是使这武器啊。他弟弟海神波塞冬是一個三叉戟，這三叉戟也是一著名的品牌。結果宙斯拿這三叉閃電說：“這哥們幹嘛呢？在這兒把這車開得亂七八糟。”結果就啪，拿閃電一劈，真的就被雷劈死了。所以這裝被雷劈不是開玩笑，真的被劈死了啊！所以這幅著名的畫啊，魯本斯的《菲特的墜落》畫得非常好，就是他怎麼被雷劈。接下來馬爾斯的復仇。馬爾斯跟這個維納斯偷情以後，發現我這個戰神這麼這個無敵又帥，結果你居然還有外心，你居然去人間找了一個大帥哥，叫阿多尼斯。阿多尼斯是著名的小鮮肉啊，不但長得帥，不但被鲁本斯等等人畫進畫裡，這各種畫，這個提香也畫過這幅畫，就是維納斯跟阿多尼斯。而且還被莎士比亞寫成1000多行的长詩。莎士比亞写的細節就更豐富了啊！維納斯怎麼看上這小鮮肉，然後怎麼言語挑逗阿多尼斯也不為所動，他還是要打獵，他就整天說我要去打獵啊！但是維納斯最後恼羞成怒，就來硬的了啊！趁着阿多尼斯骑在馬上的时候，抓住缰绳把他摁在地上强吻了小鲜肉，但是阿多尼斯宁死不从，在他的长诗里写，俩人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还是不从啊！最後他就去打獵，他說那有頭野豬，我要去打獵啊！結果這頭野豬是誰呢？就是醋意大發的馬爾斯，戰神馬爾斯自己換成一頭野豬，吸引了這個年輕的獵人阿多尼斯，所以阿多尼斯最後去打野豬的路上就被野豬給拱死了。這就是維納斯偷情的下場。這幾幅畫基本講完了啊，基本圍繞着男神宙斯和女神維納斯的香豔歷史。基本上大家已經明白了，這個希臘神話主要在講些什麼。應該這麼說，在希臘神話裡，幾乎所有女的，包括赫拉在內，就是都有香豔的各種事情啊。但是唯獨一個從來沒有任何緋聞，一直以處女之身保持到現在的，就是雅典娜格格啊。因為那些阿哥隨便怎麼弄都可以，但是好不容易生出這麼一格格啊，而且這格格是宙斯親自生出來的，從宙斯的腦袋裡生出来的。為什麼呢？雅典娜是宙斯跟智慧女神叫莫提斯生的，也是因為有神預言說莫提斯生的这個兒女有能力推翻宙斯，於是宙斯就怒了以後直接就把這懷了孕的智慧女神莫提斯給吃了，吞到肚子裡。但是這莫提斯呢，為了生出雅典娜呢，莫提斯一直在宙斯腦袋裡就不停地打鐵，給雅典娜打一身盔甲。最後宙斯頭痛難忍，實在沒辦法，把自己的兒子叫來，就是這個維納斯的老公，這烏爾坎努斯，就是這武大郎，說你不是鍛造之神嗎？你拿一斧子把我腦袋劈開。於是就他兒子就咣一斧，這個不是二郎神劈山救母啊，而是武大郎劈了他爹的腦袋，就他妹妹生出來了。他妹妹出来的時候就穿着一身金盔金甲，舉着金矛從他蹦出來，就是雅典娜。在整個希臘神話裡，大概雅典娜只出過半件事，就是這個劈開腦袋的這個他哥哥啊，因為他的這嫂子維納斯實在太香豔了，所以他哥受不了了，他哥就來追求他來了，但是雅典娜寧死不從啊。最後他哥就這個實在細節沒法講了，所以他哥總而言之就反正沒成，但是他就出来了一個孩子啊，这個孩子不是雅典娜孩子，這是被雅典娜刺激的一個單性繁殖的孩子，就成了雅典人的祖先。這是雅典人自己說的啊，雅典人说我們的祖先就是烏爾坎努斯、武大郎和雅典娜，但是雅典娜一直是處女啊，但是他就成了我們的祖先。總而言之，雅典娜一直清清白白處女之身啊，所以雅典的名字也用它來命名。咱們打牌撲克牌那黑桃疙瘩那 Queen， 那個就是雅典娜。希臘神話總結一下啊，是在香豔這一方面是最 hard 模式，就從根兒上就說一下就最亂，就是宙斯、波塞冬、哈迪斯三大神。宙斯是管天界，波塞冬管海洋，所以是海神；哈迪斯是管冥界啊，所以這三個人管三界。這仨人武器也都是3這個數啊，這三叉閃電的宙斯，三叉戟的这個波塞冬，然後哈迪斯是地獄的一個3頭犬，3腦袋的一狗啊。所以大家看看希臘神話裡特別喜歡3這個數。剛才咱們已經講了啊，3個金蘋果，是帕里斯裁決、3美女等等。3這個傳統在西方的文化史上
一直保持到現在。所以大家看到西方人创作的文学啊等等，都特別喜歡三這個三那個啊，就三巨頭、三個火槍手等等等等，就是從希臘神話傳下來的。他們之間的混亂就是什麼呢？宙斯娶了他的姐姐兼妹妹赫拉當正妻，然後可是呢，他又和他的妹妹德莫特爾生下了個女兒叫帕爾塞福涅。這帕爾塞福涅又嫁給了他弟弟哈迪斯，相當於什么呢？叫兄妹近親結婚，加上兄妹亂倫，然後叔父又娶了侄女，一句話都說不完了。這個後世人間大概只有哈布斯堡王朝能跟那相比，跟人家這個混亂相比，咱們那宫鬥劇啊就差太遠了。包括中國自己的神話谱系跟西方的，尤其是希臘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觉得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海洋民族更信神，这个咱们在之前很多的有關地理決定的期裡講到的時候都講這個問題，因為海不可征服嘛，那你只能相信有神保佑。那所以臨海的地方的神話譜系非常的豐富，整個歐洲神話譜系兩大譜系都是海邊的，一個就是希臘神話譜系，一個就是北歐叫諸神的黃昏，波羅的海北海那邊的神話譜系。啊，我們這邊呢是大河大山這樣的民族，對神話沒有那麼大興趣。雖然我們有什麼《山海經》啦，什麼《封神演義》啦，但是總的來說沒有那麼的信神。他們不但信神，而且他們相信神是來自血統的，而不來自修煉，這是另外一個重大的不同。所以大家看到我剛才講的所有的這個希臘神話裡面，沒有一個神是修煉來的，全都是因為血統。就是那麼多私生子。後來還問過希臘人，我說你們這神話怎麼回事？他們說其實這樣，其實是因為我們本來是一個一個單獨的島嶼跟城邦，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神話。但是後來當大家統一起一個大的一個神話譜系的時候，大家都想跟宙斯建立點關係，所以就把我們這個城邦的女神讓她跟宙斯，然後這樣生了一個孩子啊，這我們跟宙斯有關係。說那個時候，那我們這城邦女神也跟宙斯有過一腿，於是也有一個孩子，於是就這麼來的。最後宙斯就被相驗成了這樣。但是他的整個傳統，包括來自血統，不來自修煉，人從未戰勝過神。大家看，不管荷馬史詩也好，什麼也好，在整個希臘神話譜系裡，從來沒有一個人戰勝過神。當然，一方面在神話譜系上影響了後來基督教啊，聖經的很多故事都有希臘神話的影子；再一方面，影響了整個後來歐洲貴族的傳統。所以歐洲一直也沒有什麼科舉制度啊，什麼就是血統，就是我是貴族血統，我來統治你，我是公爵，你是伯爵，你就幹這個。所以歐洲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我修煉成了一個貴族，所以這是他的傳統。而中國不是，中國的所謂的神話裡，其實大量的都是人變成了神，或者人戰勝了神，就包括大家看到什麼后羿射日啦、夸父逐日啦等等，這是中國相信人是可以修煉成神的。後來整個中國的統治階級使用的方法也是，大家想想儒釋道是幹嘛的？儒釋道就是用來修煉的嘛。就是你用儒釋道來修煉，你就能成神，或者你能當官。所以後來的科舉制度啊等等都跟這有關。諸子百家那個時代其實也不太信神，孔子自己就說過子不語怪論神啊。屈原也寫過天問，天問就是把你們那些神話都問一遍，用唯物主義的方式問你們說為什麼會出現這些事兒。所以中國文化的奠基是人，中國的所有的諸子百家等等都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西方不是。下面我們來講希臘哲學。但是希臘哲學要講可以講一學期啊，所以咱們就只用很短的時間把它講完。所以我們就還是圍繞一幅著名的畫，文藝復興三傑之一拉斐爾最著名的一幅大壁畫。這幅壁畫非常大，如果大家去意大利羅馬梵蒂岡去參觀的話，這幅畫現在還在那兒啊。這是在1509年26歲的拉斐爾受教皇的委託，在他的宮裡要畫4幅大壁畫，分別是講神學、詩學、哲學跟法學。這幅畫就著名的講哲學的叫雅典學院。當然實際上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學院叫雅典學院啊，只有什麼柏拉圖學院、什麼亞里士多德。但是它叫雅典學院，意思就是它把不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一直到後來的哲學家，不光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科學家，因為在很長時間裡科學一直沒有從哲學裡分出來，大家一直認為科學是哲學的一部分，也是一大派哲學認為就是應該用科學去了解世界，所以哲學在那個時候是一個包容很大的一個大學科啊，所以他就把這些人都畫在裡邊了。除了這個哲學的鼻祖泰勒斯沒在裡面，泰勒斯是西方認為第一個哲學家，也把他預言了第一次日食的那一年，大概公元前580多年，當做哲學的誕生的那一年。這就不說了，他沒畫，他這裡畫了
大部分的著名哲学家都在裡面啊，什么柏拉图啦、亚里士多德啦等等等。咱们先从这人講起，有一個人在這兒坐着，坐一台階上，手拄着一個箱子，啊，叫赫拉克利特。為什麼要先講他呢？這跟我有點關係，因為去年在中國美院的畢業生的畢業作品的展覽上，出現了一幅畫叫湖畔大學。大家知道湖畔大學是阿里創辦的一個學院吧，也不叫大學了，就是給那些年輕的企業家來上課的。他就完全照着雅典學院這個構圖跟方法畫了這幅湖畔大學，然後就把馬雲放在了柏拉圖這位置，然後其他校董等等。其中在赫拉克利特這個地方畫的是一個叫高曉松的人，而且給我畫了一杯大啤酒，就是我正在那兒很美的舉着一杯大啤酒，就姿勢一模一樣，就這樣啊。因為我也在湖畔大學講過課，所以就把它畫在那兒了。所以咱們就從赫拉克利特講起。每個人只講一點點簡略的思想跟小故事就行了。這個希臘當時，這咱們講希臘已經講過了啊，歷史是很大的一大塊，像一個大的一個帝國式的東西。所以小亞細亞也是他的，埃及也是他的。所以這些哲學家分別來自於不同的地方啊。這個赫拉克利特就來自於小亞細亞。赫拉克利特最大的貢獻就是認為世界是由火組成的，是一團不停的不熄滅的火。這個想起來有點感覺像他當時就知道太陽是怎麼來的啊。實際上你可以說，如果不是太陽那一團不熄滅的火，也就沒有這個地球，沒有認知，也就沒有這個世界。當然泰勒斯是說世界是由水組成的，這就不說了。所以赫拉克利特最大的貢獻就是這個啊。他最大的一句名言說，人不能2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因為他對於時間感，這是小亞細亞流派的哲學家們的一個創舉，就是他們對於時間的流變是有感覺的，而不是靜態的。因為很多哲學家最開始都把世界當成一個靜態的世界去了解，所以他這個哲學流派後來傳下來就是大家知道的尼采啦，這一流派就是赫拉克利特傳下來的。他是一個王族，但是他自己不想當王，哲學家嘛，這個不在乎這事兒，就讓他兄弟當王，然後自己眼高於頂，就誰都看不上，連荷馬都看不上。然後人家說你幫着我們這城邦制定一下法律立法，他都不屑，他說他們不值得，人間不值得啊，所以他離群索居。到一神廟門口，每天跟一幫小孩玩骰子，結果後來他沒得吃没得喝嘛，他就最後就吃樹皮，有點像咱們那個《東周列國志》裡寫的那神仙啊，這渴飲朝露夕，飢餐落英，就吃樹皮吃了自己浮腫去找醫生看病的時候，他還不跟醫生直接說他病症，還用哲學家的方式跟人家打謎語，說是否有能力使洪水乾涸。結果人醫生聽半天沒聽懂他說的什麼意思，於是也沒給他治。所以他自己跑到一個牛棚裡，埋在牛糞裡，企圖讓牛糞的熱力把體內的水，因為他浮腫，這個蒸乾，結果就無效死了。這就是赫拉克利特。接着咱們講赫拉克利特旁邊這個著名的畢達哥拉斯啊，這哥們兒正在拿着一個大本在那算算數。這畢達哥拉斯呢是從希臘西部的意大利來的，所以他們是另一個流派的希臘哲學，就是他們覺得數學非常重要。所以畢達哥拉斯在數學上的貢獻非常大，著名的勾股定律就叫畢達哥拉斯定理啊。所以畢達哥拉斯著名，主要是咱們從小學學數學來的，知道這人的名字。而且他還研究出了音樂跟數學的關係，就是如果把弦剪短一半，聲音就提高1/8度；如果剪掉1/3，提高一個5度；剪掉1/4，提高一個4度。這個是很神奇的啊，因為音樂在其他地方的文化裡都是一種神秘的，只有他把音樂都給數學化了啊。然後他是非常嚴格的按照數学，然後弄出来一整套的組織。他那個組織帶有點邪教性質啊，他禁止大家食豆類，不能碰白色的公鸡，洗脚還得先洗左腳。总而言之吧，这哥們兒就是因為研究數學搞得很嚴謹，就最後他也是這麼死的啊。因為他最後得罪了人，被人追殺，跑到一片豆子地面前，他說這個豆子不能碰，於是就在豆子地面前被人給殺了。聽起來有點像孔子的那個大徒弟子路啊。子路也是打仗的時候說這棺不能歪呀，你說不要武器了，扶棺，然後被人殺了。多說一句啊，和畢達哥拉斯同時代的中國的《易經》，其實講的也是數學，但是今天看起來，《易經》的數學是跟時間的流動相關的數學，所以《易經》不是一個靜態的數學，而是說在不同的時機、不同的變量下，這個東西它是怎麼算出來的。看起來仿佛比畢達哥拉斯那個靜態的數學計算還要更哲學一點。好，接着講這個巴門尼德跟芝諾啊，這是又一波了啊，又一波哲學家。
這俩人在哪兒呢？这芝諾在最邊上，巴门尼德仿佛在跳舞，非常婀娜的啊，弄一袍子在赫拉克利特跟毕达哥拉斯之间跳舞。他们这个流派我就不多说了，就是简称杠精吧。我就讲两个芝諾著名的論斷就知道，因為他否定世界上所有運動，他覺得運動都是不存在的，世界是靜態的。於是他舉了兩個著名的例子，特別有意思，否定運動。他就說，第一，說如果你從 A 地走到 B 地去，你一定是要先走到一半，對吧？就先走到 A 和 B 之間的一半，然後你又走到這一半的一半，然後又走到這一半的一半的一半，所以你永遠也走不到 B 地，因為你永遠走到了它的一半。你終生也走不到那個地方去，這就是他否定運動嘛。啊，莊子也說過類似的話啊。然後他又舉了一個例子，他說阿基里斯追烏龜，這也是一著名的哲學論斷。他說，因為烏龜在跑，阿基里斯也跑，雖然阿基里斯跑得比烏龜快，但是每當阿基里斯追上烏龜的時候，那烏龜沒有靜止，烏龜在動啊，所以阿基里斯一輩子也追不上烏龜。這兩個怎麼聽怎麼有道理？對呀。你怎麼都要走到這個 A 到 B 的一半嘛，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一半，最終你永遠走不到那 B。這也是烏龜在動嘛，你只要跟它齊平，它在動，它向前，你永遠追不上烏龜。啊，這個事兒其實很簡單。我小時候聽見這故事，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反駁。但是其實只要一學高等數學，那高等數學最基礎理論叫極限，你只要一學了那個，這就不是問題。但是那個時候忽悠了無數人啊，這個我經常小的時候被這種理論給弄得自己很暈。包括人家給我講另外一個槓精理論，說有一個人到飯館去點了一隻雞，然後這哥們就看了一會兒這雞就沒吃，說哎給我換條魚，你就換了條魚，他就把魚吃完走了。然後這個服務員追他說你沒結賬呢？他說結什麼賬？說你吃了條魚，說魚拿雞換的呀。說那雞呢？雞我沒吃啊。說是你沒吃，你吃了條魚啊，魚我拿雞換的呀。雞呢？雞我沒吃啊，沒跟你說。我小時候痛恨哲學，就是因為我想不過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就是他們這個流派，這個芝諾流派。好，接着往下講，在畢達哥拉斯後邊有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偷看畢達哥拉斯演算，但是這哥們不是一個無名之輩，這是著名的德謨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的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就是他發明出最早的原子論。他認為這個世界其實是由同一種粒子組成的。這同一種粒子在虛空中碰撞，隨機產生了這個世界的一切。我說到這兒，雞皮疙瘩都起了。那個時代啊，古希臘時代，德謨克利特說的其實是跟，一直到後來到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時候，才把這事兒給講圓了。他那個時候就認為全是由原子組成的。所以這個一幅畫裡這些偉大的哲學家，你都不能想象說那個時代的古希臘，這時候咱還沒說到大師呢啊，最上邊三位還沒說呢。從哪兒來的這些思想，就跟咱們這兒這個諸子百家一樣，百花齊放的哲學流派。好，接下來就說到了這個站在這最頂上的這些人了啊。這頂上這人，首先正中間這倆，實際上這是看出來文藝復興時代對古希臘哲學的判斷是什麼樣的，誰最大？最大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但是其實呢，柏拉圖的師傅在這兒呢，蘇格拉底正在旁邊跟人辯論，沒站在正中間。因為咱們正好在講古希臘的民主的時候講了蘇格拉底，所以蘇格拉底咱們就不講了，直接講他的大徒弟柏拉圖。這個柏拉圖實際上是繼承了一部分蘇格拉底的學說，因為蘇格拉底實際上是第一個歷史上的哲學家把哲學去研究天地宇宙、研究世界變成研究人，所以蘇格拉底一輩子就是在跟人聊天，問人問題，就是你怎麼生活、怎麼幸福，然後等等等等。當然他最後被殺了啊，因為民主他被殺了。然後他的大徒弟柏拉圖創建了柏拉圖學院，然後在那兒講學。但是他先到處去旅行啊，等等啦，這個有點像孔子啊，到處跑。理想國這個名字就是從柏拉圖來的啊。他認為一個理想國實際上是應該由哲學家去統治，或者是由懂哲學的國王來統治。所以就是他理想國裡發明的著名的哲人王，就是說他認為只要懂了哲學，他就不會腐敗，因為哲學家有更高遠的理想啊，所以他就到處去講，有點像孔子企圖用儒家那一套，或者孟子每天給齊宣王什麼講這些東西，有點那意思，但是最終還是失敗了啊！所有的哲學家，不管是諸子百家還是這邊的柏拉圖都失敗了，於是他就回到了雅典，創辦了學院啊，在這個學院裡教了幾十年的書，教出了一個著名的徒弟亞里士多德。這兩個人的臉很有意思，因為其實誰也不知道他們長啥樣，
所以最後這個拉斐爾在畫的時候，他把他心裡最喜歡的、最尊重的2個人，就是文藝復興3傑裡的這2個人，一個就是芬奇村來的小李子達芬奇，用達芬奇的臉畫的是柏拉圖，用米開朗基羅的臉畫的是亞里士多德。柏拉图当然今天大家說，哎，最著名的是柏拉圖的爱情，就是精神戀愛。他說咱俩柏拉图爱情。我的著名的师兄宋柯经常用这一招騙姑娘上大学的时候，跟人说回我宿舍聊聊天吧，咱俩就柏拉图式的爱情。那姑娘就傻了吧唧跟人去了，去了以后那相艳了，相艳之后姑娘就说你不是说柏拉图式的爱情？宋柯说柏拉图是谁？我学理工的，什麼叫柏拉圖的愛情？不懂。柏拉圖實際上他創建了2個世界的理論，一個叫理想中的世界，就是他那裡面有定義啊。簡單講就是什麼叫正義，你怎麼去判斷這個事兒是正義，那個事兒不正義？因為有一個理想的地方，那個地方就叫形而上吧，就是柏拉圖最大的就叫形而上學，確立了形而上學，確立形而上學才確立了整個西方的哲學體系的後來。所以形而上學雖然在咱們國家這曾經被批判過啊，因為這個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就是批判形而上学，但是你後來一想，如果沒有形而上學，連辯證唯物主義都誕生不了，因為它本身就都是形而上学。他的意思其實很簡单，就是什麼是美，是因為有一個形而上的世界裡面規定了美，你才會把它叫分有，把它的那個概念就是理想分過來，分到你的現實世界裡，你才會判斷說這個姑娘是美的，那個海是美的，那朵花是美的。因為美不是在這個世界被定義的，是在那個理想的世界裡被定義以後被分到了現實世界裡。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學說啊，就是有一個形而上的地方在定義所有這些事情。好，柏拉圖咱們就不多說了，咱們就說到這個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是哪兒的人呢？他是馬其頓人啊，所以他後來在馬其頓教哲學的時候教了一個徒弟，這個徒弟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大帝這裡也出現了，蘇格拉底正跟人辯論，有一個叫亞歷山大大帝的人在旁邊看，其實不是一年代的人啊，但是都畫在裡面。亞里士多德雖然是他最得意的學生，但是柏拉圖最後可能是老糊塗了，或者說哲學家也不是他們說的那麼理想，那麼乾淨純潔。就像柏拉圖說的，如果一個國王懂了哲學，他就不会有私心。柏拉圖最後是自己有了私心，因為當他死的时候，他沒有把他的這個柏拉圖學院傳給亞里士多德，而傳給自己的外甥啊，所以可見哲學家也不是那麼乾淨啊。包括整個這個所謂的西方哲學的奠基人、創始人泰勒斯，沒有在這畫裡的那個老祖宗，他也是啊。泰勒斯有2著名的故事，一個就是他，因為他也是天文學家嘛，他預測了日食，就是他走路的時候看星星就掉坑裡了。這故事就後來所有說哲學家都這樣。再有就是他由於懂天文，他預測到第2年橄欖會豐收，於是他就把所有的榨橄欖油的機器全租下来了，然後租下來以後，第2年橄欖豐收他又租出去了，於是他發財了。可見哲學家從老祖宗開始就不是像他們自己形容的那樣啊。所以亞里士多德就怒了，說你看這個東西沒有傳給我，憤然出走，回到了馬其頓。到馬其頓就教了這亞歷山大，然後呢他又回到了雅典，創立了自己的學院。這個柏拉圖學院跟亞里士多德學院到現在的雅典還有啊，如果大家去雅典參觀的話還可以看到。他的那個學派就叫漫步學派，因為他不坐在那兒講經，而是走路，他跟人家不停地走路，一邊走一邊討論哲學。過了12年之後，馬其頓崛起了，這個亞歷山大大帝要征服整個希臘，於是馬其頓人又被排擠，他又活不下去了，於是他又跑之前差點被雅典人又審判了，雅典人差点先後殺死2大哲學家，然後雅典人要審判了他跑了。他說我跑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讓雅典对哲學犯第2次罪，因為已經把他的師爺蘇格拉底殺死了1次啊。亞里士多德應該叫集大成者，就是他除了數學以外，所有的地方，邏輯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靈魂學、形而上學，就是他師傅的形而上学，倫理學啊、政治學、修辭學、詩學，什麼他都懂啊。基本上這2個人你可以管他叫孔孟，就什麼意思呢？就是孔孟是经啊，大家知道中国经学是最重要的显学啊，史学都原来在经学裡面，到很后来南北朝之後才專門分出來。為什麼史學也在經學裡？因為孔子寫了春秋，那孔子還有論語啊，孟子還有孟子，所以這些叫經。後來中國的幾乎所有的學問都是在為經做注解啊，就是汗牛充棟在為經做注解，所以孔孟2人是那個位置啊，就是經是他們的。在西方的整個哲學歷史上，柏拉圖跟亞里士多德是經，
後面的所有的人就干俩事儿，一个就是為他們做注解，一個就是反對他們，就包括馬克思反對他們的形而上學，包括其他人去注解他們的所有東西，發展出他們的學問等等等等。亞里士多德發明了整套這個倫理德行，他那個德行其實就完全可以翻成中國儒家的中庸，就是叫 Myosotis。Myosotis 就有的人翻成中道，有的人直接翻成中庸，就是它不是中間的意思，因為它是一個道，就它不是說10跟0之間有一5，它不是這意思，它不是所謂的叫準確的有這麼一個點，它是叫正確的一個點。正確的一個點跟準確的一個點是不一樣的。其實兩邊同時代的啊，他跟孔孟是同時代的人，都想到了這個意思，就是中庸。這倆人講完，基本上，古希臘哲學就不要再講什麼思想了啊，可以再提幾個人的名字。我覺得有意思的就是這裡邊有一個女哲學家，這個是咱們經常說中國跟西方怎麼對比啊？當然我們有很多比人強的地方，比如說易經比人家的數學可能更像哲學。但是中國好像沒有出現過女哲學家，這兒有一個女哲學家，叫西帕提亞，畫在了這裡。據說是拉斐爾，反正也不知道人長什麼樣，用自己老婆的臉畫的這女哲學家在這兒。她是埃及人啊，但是也是屬於整個希臘這個範圍內的啊，埃及的女哲學家啊。還有這著名的托勒密，天文學家托勒密在那兒指天畫地啊，色諾芬等等吧。這中間有一個狄歐根尼。大家看啊，在這個最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人正在看着大家，這個人是誰呢？這個人就是拉斐爾本人。這哥們兒把自個兒給畫進去了。實際上，這個裡面除了文藝復興三傑臉在裡面，他老婆在裡面，然後各種各樣人在裡面以外，這裡面其實還有贊助人，就是教皇的侄子在裡面是一公爵，他也給畫進去了。因為咱們之前講過西方繪畫的時候，在古典時期那個繪畫，尤其是意大利嘛，那麼重商的地方，宗教畫都會把贊助人畫進去，所以這裡面非常豐富，我就沒有時間一一去講了啊。大家就記住，這個人是拉斐爾本人，這個人是達芬奇，這個人是米開朗基羅啊。所以基本上一個雅典學院就可以把整個希臘的古典哲學全講完。我今天講的是非常簡略的啊，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研究，但是那個確實非常花時間。我建議如果精力有限，還是研究希臘神話比較有意思。希臘神話跟希臘哲學共同塑造了整個西方的文化和歷史。應該是這樣講，這個神話是從感性方面塑造，哲學是從理性方面塑造，或者說神話是從藝術方面塑造，而哲學是從邏輯方面塑造，所以這兩個在那個時代都達到了最高峰，整個傳承了西方到今天為止的語言、文化、傳統、歷史等等哲學、科學，都是從偉大的希臘的軸心時代傳下來的。好，我們今天終於把希臘神話跟哲學雖然非常簡略啊講完了，但是我非常高興，我非常高興能夠用這麼簡略的方式把它講一遍。咱們這個節目就是永遠都是拋磚引玉，然後大家聽了有興趣，自己再去行萬里路，讀萬卷書。